玩具啊，我们真的是玩的太多了。不过呀，今天陆姐要开箱的这几款奥特曼变形玩具啊，我估计你们绝对没玩过。1、2、3、4，这些啊都是陆姐从某宝上搞到的一些奇葩的奥特曼变形玩具。如果今天开箱的这4款啊，你们全部都玩过，那么陆姐今天啊，立马叫你们一声大爷。第一个奥特机车，从前面看的话还比较正常，是我们的泰迦奥特曼，没错了。但是当你翻转身子看到它背后，你就会发现，哇，原来带了一个小书包，里面装了一个小独轮车，看这样子有点像上班族啊，天天背个小独轮车。按照它这个玩法呢，就是可以将奥特曼形态通过简单的变形，最后变成摩托车。变形之后呢，你还可以吹着它跑。不得不说呀，这个设计真的是蛮拉风的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当奥特曼在追怪兽的时候，突然变成了摩托车的形态，追着怪兽满地球的跑，那姿势绝对好玩。起初呢，我也是这么感觉的，但是没想到啊，我根本没有 get 到设计师的点。仔细看，你就会发现，奥特曼的身上还有一个握把，下面有一个座椅，也就是说，它变形之后并不是给自己用的，而是让别人来骑的，将你其他的小玩具给它扣上去，哎，这样它就可以带着到处跑了。堂堂光之国的继承人就这么被人骑了，不知道奥特之王看到之后会是什么样的想法？赛罗，你敢动吗？如果第一个还算比较普通的话，那么第二个绝对可以惊掉你的下巴。铠甲奥特勇士，听这个名字你就感觉很好奇，难道他俩也联动了？外形是银河奥特曼，这把刀又算怎么回事呢？铠甲勇士就这么简单联动了？你们可以猜一下，他变形之后是什么样子的？是的，你没看错，简直不能用简单来形容，就这样就变成了一个所谓的龙形态，怪不得它都没有带说明书呢，这也太幼稚了吧！不过这个呢，也是它的第一种形态，它还有第二个，别眨眼，很快就可以变形好。两腿一收，后腿抬起，它就变成了一辆4驱车。这样的变形效果，你给打几分？最后一个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，这个超级巨无霸呢是由5辆奥特曼的战车组合而成的，高度达到了35厘米，旁边还有一把欧布瞬剑。我猜想啊，这里面肯定有一个欧布奥特曼。在分拆之前呢，我就让大家先来猜一下，它是由哪5个奥特曼组合而成的？大家呢可以从它的手、脚以及身体的各个部分来猜一下。下面2个脚，看眼睛我们就知道，这个是捷德，这个应该是奥特曼，左胳膊欧布。右臂罗索奥特曼，中间肯定就是赛罗了。这5辆小车呢，除了可以合体成刚才的巨无霸，它还可以单独变形机器人形态。只需要将2个手臂和2个腿拆开就可以看到妥妥的捷德奥特曼，没错了。剩下的也是欧布奥特曼、罗索、赛罗。